好家伙，今天这部剧开局就给我整不会了，我的妈，我的头快要裂开了。男主正在宠物店里卖史莱姆，一个顾客直接 EMO 了，为啥？因为男主开口就要300万，啥子史莱姆啊？是会唱跳 rap 还是能打 APEX 啊？顾客当场就绷不住了，说你这妥妥的黑店，市价3000块的东西你翻了1000倍，你当这是限量版手办在搞预售吗？但男主是谁 ？YY 网文天选之子嘛。他淡定地表示，我这可不是普通史莱姆，这是拥有吞噬天赋的变异宠兽，只要你肯氪金，别说繁星级，直接给你干到君王级，懂的都懂。我直接好家伙，这不就是游戏里只要充钱就能变强的道理吗？堪称物理外挂。正搁这儿拉扯呢，经典配置来了，男主的前女友白月薇闪亮登场，上来就疯狂补刀，嘲讽男主是被家族赶出来的弃子，连预售天赋都没得了。有一说一，这姐们儿的嘲讽技能直接拉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恶毒女配，连旁边的顾客都忍不住吐槽，说想不到现实里真有这种人。我只能说路人都看不下去了，这底 buff 叠的是真吓人。顾客本着实践出真知的原则，决定亲自测试一下。他拿出自带的白银级口粮往史莱姆嘴里一塞，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只见那只史莱姆咣的一下连升4级，从觉醒5阶飙到9阶，还顺便领悟了个水系技能。我他妈也惊呆了，这哪是吃口粮啊，这分明是吃了大还丹，直接成了经验宝宝啊！前一秒还在骂街的顾客，后一秒直接上演川剧变脸，满脸堆笑的说：“老板，300万刷卡吧。”这一态度的转变比翻书还快，他真的我哭死。而我们男主这边呢，交易成功的瞬间，脑子里叮的一声，系统到账了，预售空间开辟，还喜提一个逆天的3S 级天赋。好家伙，原来卖宠兽只是个激活系统的任务。我就说嘛，龙王归位之前总得先受点委屈。这么多年过去了，男主终于王者归来，再次拥有了预售天赋。然而，为啥男主之前会失去天赋呢？镜头一转，一段尘封的往事浮出水面。原来男主的天赋是被他姑妈给黑了。这姑妈堪称年度最逆天亲戚，养着男主就是为了嘎他的 S 级龙系天赋本源，好安在自己儿子身上凑个双 S 的羁绊。不过按网文套路，男主越惨，后面打的就越爽。接下来就该看他怎么一步步把失去的一切连本带利拿回来。Hello， 各位骚棒，今天咱们来看一部堪称 YY 网文照进现实的神级巨作。开局男主陆羽就给我们整了一段 EMO 独白，说自己原本是个废人，结果18岁生日当天，老天爷可能看他太惨，直接给他发了个神话宠兽系统的外挂。我直接好家伙，这设定也太点了吧，懂的都懂。开局一个破店，升级全靠系统送，男主的目标也很宏大，就是要向曾经羞辱他的陆家复仇。正所谓龙王归位，必有不开眼的来送人头。这不，一个名叫白月薇的下头女就冲进了店里，指着男主的鼻子说他是骗子，主打一个没事找事。男主让他滚，他还不滚，非要男主再拿个变异宠兽出来，说拿出来他就买。我的妈，这种主动把脸伸过来求打的角色现在也不多见了啊。就在这时，系统叮的一声，友情提示本周 KPI 还没完成。于是男主顺水推舟，掏出了一个变异帝王骷髅。小伙伴们可以把震撼打在弹幕上，因为我看到这玩意的时候也惊呆了，这哪是啥子帝王哭技啊，这不就是一个发育不良的小骨头架子吗？感觉风一吹就散架了，还没有我楼下王大爷盘的核桃结实。白月薇当场就笑了，说自己一个 B 级天赋的预售师，男主就拿这种破烂玩意儿糊弄他。男主却一脸高深莫测，说这骷髅天赋逆天，只要不断杀戮就能无限成长，最终进化成死灵大帝。好家伙，可这玩养成系游戏呢？白月薇当然不信，他当场就绷不住了，直接摇人，发动了他的人脉大招，呼叫了一位姓杨的店长过来打假。我寻思这剧情就离谱，你去人家店里闹事，还要叫个同行来帮你砸场子，这操作哈人得很。很快，杨店长闪亮登场，结果这位大佬一出场，就在那嘀咕什么9阶的史莱姆精神状态堪忧。白月薇赶紧把他拉过来，指着小骷髅，让他赶紧戳穿这个骗局。接下来就是本作最逆天的名场面了。杨店长扶了扶眼镜，发动了他的祖传技能数据之眼。我以为他要开始引经据典、科学论证了，结果他只是瞅了一眼，整个人当场石化，表情跟看到自家白菜被猪拱了似的。下一秒，他直接冲到男主面前，语气激动的像是中了彩票，问这只骷髅卖不卖，多少钱都行。我他妈也惊呆了。白月薇更是满脸问号，我请你来是拆台的，你啷个当场就要剁手下单了？杨店长激动的解释，这玩意儿是无上限成长的神级宠兽，未来能成为死灵帝君。白月薇当场傻眼，原来小丑竟是他自己。然而这还不是结束，这波是致命空大之后的疯狂补刀。白月薇气急败坏，开始攻击旁边支持男主的沈小姐，嘲笑他契约了个垃圾史莱姆。结果杨店长再次开启数据之眼，扫了一下，悠悠地说，那个史莱姆也是无限成长天赋，用不了多久就能吊打同级。
我的头快要裂开了。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白月薇的脸都被打成2维码了，扫一下估计能直接跳转到小丑竟是我自己的百科页面。最后男主开价300万，杨店长觉得跟白送一样，感动的差点给男主磕一个，说要记下这份恩情。他真的我哭死，强烈建议将这段剧情纳入论打脸的艺术专业教材，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典范。上集说完前女友打脸现场，这集前女友开场就破防，指着男主陆羽的鼻子骂，反咬说他耍了自己，有好东西不卖给他。哎呦，这口气我还以为是陆羽欠了他800万没还呢，结果男主这边直接一个是你自己狗眼看人低，我直接好家伙，这不就是咱们烂熟于心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默契少年穷的剧本吗？果不其然，这女的开始疯狂输出，说男主就是个没天赋的废物，被家族赶出来的垃圾，凭啥子这么嚣张？就在我以为男主要开始 EMO 的时候，他嘴角一歪，轻描淡写的表示爷2次觉醒了。隔壁店长和路人妹子直接变成了气氛组。接下来就是我最期待的环节，那个前一秒还骂男主是废物的前女友，一听他是 S 级天赋，态度180度大转弯，娇羞的表示既然你又觉醒了，那我就再给你一个追我的机会。我特么直接绷不住了，姐姐你这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穿剧团美你都开不了席呀，这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昨日你对我爱答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的反向实践，强烈建议纳入反面教材。男主当然是龙王歪嘴一笑，直接让他滚蛋。可这边刚送走一个拜金女，那俩气氛组立马就凑上来了，抢着要加男主的联系方式。男主心里这个小九九啊，盘算着一个能拉客户，一个能搞合作，以后系统任务不愁了。嘿嘿，你觉得我信吗？看视频的骚棒在弹幕告诉我，他是不是只想把人家发展成付费用户？懂的都懂。把人都送走后，男主终于可以开他的新手大礼包了。系统提示他完成任务，商城开启。他点开一看，全是免费领取的宠兽。男主当时就不乐意了，直言免费的没好东西，要换付费的。这瞧不起免费玩家的劲儿，跟刚才那个女的简直一模一样，属于是嘎子逐渐嘎子化了。结果付费的他也看不上，这个太丑了个不搭。还有个地狱3头犬，因为小时候被狗咬过，直接 pass。我的妈呀，你搁这儿选美呢，还是去洗浴中心采耳呢？要求还挺多。最后他的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叫灭世魔龙的选项上。好家伙，名字就这么逆天，一听就是主角专用。系统也很懂事，马上派送灭世魔龙幼崽。结果传送阵一亮，一头比房子还大的巨龙出现在店里。男主惊呆了，问系统：你管这号玩意儿叫幼崽？更离谱的是，这龙崽子的初始潜能就是霸主级，上线直接超越了全国最强预售师的君王级宠兽。这叫啥子？这就叫开局就送 GM 武器，别人还在新手村打木桩，你直接领了最终 BOSS 当宝宝。满意？他太满意了，马上就要契约。我只能说，这 YY 网文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粗暴且离谱。上集说到，男主角开的新手大礼包是霸主级的幼崽，现在主角闭着眼念念有词，准备契约，并且发动了一个名为黑暗之力灌输的技能。我直接好家伙，但编剧马上就给咱男主上了一个debuff，说他的个人空间等级太低，暂时装不下更高级的宝宝了。看来是服务器有等级上限，懂的都懂。为了方便携带，男主一个意念就把刚才还威风凛凛的魔龙变成了一只还没巴掌大的小可爱。这玩意儿出门遛弯，别人还以为是啥新品种的壁虎呢。镜头一转，第一集女主念念抱着她的新宠物回到寝室，结果直接触发了寝室风云副本，不知道念念的家人去恶补第一集。话说这个室友一看就是那种专门负责被打脸的反派角色，堪称行走的经验宝宝。他指着念念怀里一只人畜无害的史莱姆开始疯狂输出，说念念答应过不带垃圾宠兽回寝室。我当时就绷不住了，不是你啷个回事？人家带个史莱姆又没啃你床腿，你激动个啥子？其他室友也跟着起哄说念念你可是 A 级天赋的强者，怎么会契约这种战五渣？是不是被人骗了？面对全寝室的群嘲，咱们女主那叫一个淡定。她说这可不是普通的史莱姆，这是能吞噬进化的变异神兽。然而没人信，反派室友更是把嘲讽技能点满，说史莱姆称10长到3级还想进化，做梦去吧。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打脸环节，我愿称之为论氪金的正确知识。女主直接掏出价值120万的升级材料，对着史莱姆就是一顿猛喂。别人养宠兽是喂狗粮，你这是直接喂金条啊！室友还在旁边嘴硬，说砸资源谁不会啊？话音未落，那只史莱姆就像开了挂一样，瞬间把所有材料吸收的干干净净，等级必有的一下就飙到了繁星级。这下室友绷不住了，他召唤出自己花了200万才培养到觉醒9阶的钢铁狼，非要和史莱姆碰一碰。结果史莱姆一招赤水之枪，直接把钢铁狼秒成了渣渣。你以为这就完了？不，爽文的节奏就是这么离谱。男主的宠兽店内又撞上了一个炮灰，一个浑身散发着我有金子气息的下头男，看见男主的迷你龙上来就要强买强卖，被拒绝后，这位哥们儿二话不说就要开大。
召唤他的宠兽黑羽，准备动手。哎，这无缝衔接的冲突，这生怕主角没地方装的剧情。下一集接着讲。上集下头男破防开大，想买我们男主的迷你龙，现在来切第一现场，哈哈，咱们的龙傲天男主一个眼神就把对面反派小喽啰的黑羽鸭给秒了。注意，是一个眼神，对面小哥当场就绷不住了，心里疯狂盘算，这可是魔龙种啊，连第一预售家族陆家都没有的稀有品种。我这小身板还打个啥子哟？这小哥跑路的样子，像极了打 APEX 时发现对面是3金甲的猎杀哥，溜的那叫一个干脆。他一边跑还一边哭唧唧，说一个眼神就让他花了500万医药费。不是，我想问问，这医药费是给你的乌鸦痣，还是给你那脆弱的心灵请个心理医生啊？结果这哥们慌不择路，一头撞上个硬茬，定睛一看，哎呦，这不是我亲爱的大哥吗？他大哥当时就火了，说你小子把我们罗家的脸都丢光了。我寻思这下总算要来个能打的，该进入正经的复仇环节了吧？然而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小喽啰凑到大哥耳边悄悄说了3个字：魔龙种。只见大哥上一秒还气势汹汹要清理门户，下一秒态度来了一个180度托马斯拳旋。啥子打架？不，你晓不晓得我是要去道歉的。于是乎兄弟俩找到了男主，大哥二话不说，一个标准的90度鞠躬，双手奉上一个盒子，里面是白金级空间升级材料。这操作打完小的来老的，老的打不过就送宝。男主看对方态度诚恳，瞅了一眼刚突破境界的大哥，突然就开启了销售模式。哎，巧了不是？我看你天赋异禀，我这刚好有一只赤炎鸡和你的火系天赋绝绝子，经报价只要300万，要不要带一只回家？我人傻了，小伙伴们可以把离谱打在弹幕上，人家是来道歉的，你反手就给人推销起宠物了。大哥当时也懵了，心想我花钱是来消灾的，啷个还要再被宰一刀？眼看气氛有点尴尬，男主轻描淡写地表示，这只鸡可不一般，能炼化一切火焰，潜力无穷。大哥将信将疑，放出自己的小招一试，赤炎鸡反手就把能量吸收了。这下大哥彻底绷不住了，当场惊呼，这哪里是赤炎鸡，这分明是未来的炎帝呀！然后那头便拜，感激涕零。交易完成，大哥还想套近乎，问男主跟陆家啥关系？男主一脸往事不要再提的表情。大哥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脑补出一部家族恩怨大戏，心满意足的带着炎帝姬和蠢弟弟告辞了。送走2位善财童子后，男主立刻使用了那块御空水晶，预售空间咻的一下突破到10万平方米，等级也升到了超凡1阶。我的妈，10万平米！你这是预售空间还是预售万达广场啊？人家还在手动刷怪，你这直接拿道歉信当经验书用，这种氪金玩家的升级方式，大家稍等我看看下集再回复。上集说到，男主使用了升级材料后，预售空间和等级迎来了巨大突破，而下一秒系统提示音响起，说咱们男主的灭世魔龙突破了，领悟了一个新技能叫猪龙魂魄，效果更是逆天，可以通过吞噬其他龙来获得灭魂猪龙之力。我有点绷不住了，男主这边还在幻想，说很快就让他的魔龙宝宝吃到真龙肉。那镜头一转，咱们来聊聊男主那个叫杨青的朋友，这哥们才叫真正的行为艺术大师。身为一个尊贵的超凡预售师，居然跑去屠宰场关店深造了。你问他去干嘛？去宰鸡，2天10万只鸡，看了他都得连夜绣红旗，直呼活阎王来了。就靠着给这些可怜的经验宝宝疯狂补刀，他的小骷髅硬是从0单排打上了超凡3阶。这已经不是刷怪了，这是工业化流水线刷怪，堪称物理外挂。这位仁兄表示，宰鸡已经满足不了他了，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去考屠宰证，然后进军更高级的屠宰场去宰猪，最终目标是超凡级的凶兽。我服了，这职业规划也太清晰了，从家禽屠夫到魔兽屠夫的晋升之路是吧？古有庖丁解牛，今有羊青宰鸡。说回男主，他靠着朋友杨青介绍的客源，在他的巴掌大的神话宠兽店里做起了生意。一个大哥被忽悠过来，一看这店面还没个公共厕所大，当场就 EMO 了。男主为了展示实力，掏出了镇店之宝，一只哥布林。对，你没听错，就是那个在任何游戏里都是1级经验宝宝的哥布林。大哥一看就炸了，觉得男主在把他当白痴耍，撂下一句给你机会你不中用，扬言3天之内让他关门大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经典桥段来了，门口又来了2人，是本地巨头罗家的少爷和小姐。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顾客大哥，一看这阵仗腿都软了，因为他们家产业全靠罗家扶持。我直接笑出猪叫，这脸打的比龙卷风来的还快。这位罗家少爷对男主那叫一个尊敬，一口一个前辈叫着，他妹妹更是一脸花痴，觉得男主好帅哦。更离谱的还在后头，罗少爷为了给前辈捧场，看都没看，直接就要买下那只被嫌弃的哥布林。这时候男主才慢悠悠的揭秘，这只哥布林它的升级方式是通过繁衍子嗣，自身越强，生出来的后代姿势就越好。
然后后代再继续生。我的妈，这是什么无限套娃的生育模拟器？这已经不是买宠兽了，这是在投资一个种族。只要你够干，你就能拥有一支哥布林军团，这才是真正的逆天宠兽，懂的都懂。刚才那位戳过1个亿的大哥，现在估计已经躲在厕所里哭晕过去了。罗家兄妹则是如获至宝，当场就要拿下这个行走的种族繁衍基地。那么他会得偿所愿吗？接着往下看，上集说到男主售卖拥有繁衍天赋的哥布林，却被人嘲讽垃圾宠兽。关键时刻回头客罗家2人赶到将其买下，哥们刚买完就搁这儿畅想未来，说啥子他们玉龙世家之所以牛，全靠巨龙种。然后话锋一转，说眼前这只哥布林繁育能力堪比巨龙。我的妈，我直接一个好家伙，你搁这儿搞生物科技，玩杂交水稻呢？指望一只哥布林让你家崛起？这思路清奇的就跟王可乐里加酱油一样，我特么直接绷不住了。主角也就是我们的黑心店长表示可以卖，但需要一个倒霉蛋来和哥布林缔结契约。罗家大哥巡视了一下，说美女配哥布林，画面太美不敢看。有一说一，这点我同意，那画面放镜像都得打马赛克，属实有点哈人了。你以为他会放弃吗？他马上就找到了完美人选，上任家主的私生子，老妈还被正妻给嘎了。罗家大哥一脸我就是救世主的表情，说是我给了他回家的机会，他这辈子都得给我当牛做马。我哭死，这不就是典型的下头男操作吗？ PUA 玩的是真溜啊！更离谱的是，这俩人密谋的时候，旁边还站着个吃瓜群众。这哥们当场就石化了，心想我晓得的太多了。果不其然，下一秒他就被上了个自盲加禁言的双重 buff， 看不见也听不见了。就在我以为他要被当场灭口当个麻瓜的时候，反派大哥又把他放了，还说给他个教训。这哥们求生欲直接拉满，当场表示自己从今天起就是个哑巴。这一波操作堪称职场生存法则的活教材。 强烈建议纳入00后入职必修课。这边刚安排完私生子，那边罗家的妹妹又开始作妖了。她一脸我也想拥有的表情，缠着他哥要厉害的宠兽。她说自己是 A 级天赋冰魄，想要个跟哥哥的赤炎鸡一样牛的冰系幼崽。好家伙，要求还挺具体。我寻思着店长不得掏出个冰霜巨龙啥的吧？结果店长掏出了一只冰壶，但这妹子还真就信了。听说这冰壶能吸收一冰，无限变强，眼睛都亮了，当场就要买。 他还以为得一个亿呢，结果咱们店长突出一个薄利多销，跟之前的哥布林一个价，300个 W， 罗大哥眼都不眨，直接转了600万。我只想说，有钱人的世界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离谱。等这俩冤大头一走，店长立刻感知到了巨龙的气息，说陆家终于坐不住了。画面一转，来到一个一看就很祖母的女人面前，她正在训斥手下，说这么多年还没找到陆羽爹妈藏起来的钱。 他听说陆羽不仅没死，还重新觉醒了天赋，契约了黑龙之后，整个人都炸了。他明明已经把陆羽的天赋抽出来了，啷个可能又成了御兽师？我寻思着这天赋是韭菜吗？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毫无疑问，祖母当即决定必须开大，把陆羽这个小号给我删了。就在这紧张刺激的时刻，我们主角的脑子里响起了熟悉的声音。系统提示：恭喜宿主累计出售5只宠兽幼崽。 达成成就，奖励随机3S 级御兽天赋。那么这个御兽天赋到底是什么？主角能否应付接下来陆家的追捕？我们看下集。上集说到，男主累计售出5只御兽，达成成就获得了3S 级天赋。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觉醒3S 级御兽天赋，弑神天火。我当时就猜到，男主接下来必然要开始他那龙傲天的一生了。果不其然，旁边的罗家兄妹当场就给这王八之气震得双腿发软，扑通一声就跪了。 他一脸惊恐的分析说 ：“S 级天赋都没这个压迫感，这绝壁是传说中的 SSS 级。”我直接好家伙，这哪是觉醒天赋，这简直是开了个全图威慑，方圆10里人畜不分，统统给我下跪。更离谱的是，他旁边那个妹妹一脸花痴的看着男主，说啥子想跟店长哥哥多待会儿，他哥都快被吓尿了，他还在那犯花痴，我真的是绷不住了。正当我以为这就要上演一出霸道店长爱上我的戏码时， 经典反派闪亮登场了，一个自称陆家的人跑来砸场子，张口就是废物陆羽，还不出来受死。紧接着，男主就开始回忆了一段悲惨回忆闪现。原来呀，男主以前也是这陆家的人，结果因为天赋太好，被家主给盯上了，要强行剥夺他的天赋本源，送给自家少爷当升级大礼包。那个叫德叔的打手还跟他 PUA 男主，说啥子能被家主看上是你的荣幸，我他妈直接惊呆了。这逻辑跟你被打了，你应该高兴，因为对方看得起你才打你，有啥子区别？这简直是强盗逻辑的绝绝子。画面切回现在，复仇爽文正式开打。面对曾经的仇人陆恒德，男主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御兽一条小龙。陆恒德一看乐了，开始疯狂输出垃圾话，
嘲讽男主的小龙没成年就出来打工，连他那只疾风龙一招都扛不住。有一说一，到目前为止，这反派的 flag 立的是真标准，每一个字都精准的踩在了作死的边缘线上。他自信满满的放了个技能，那特效我只能说比页游广告强点。然而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男主的同工龙硬接了对面一个大招，结果屁事没有，跟挠痒痒一样。洛恒德当场石化，嘴里念叨着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你以为你在打排位，其实人家是装糖，阴你一波，懂的都懂。男主看他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都懒得废话了，直接开大，龙之领域展开。洛恒德彻底傻了，惊呼这可是真龙或者魔龙才能掌握的力量。男主微微一笑，轻描淡写的告诉他，很不巧，我这就是魔龙种，而且是以你们陆家巨龙为食的灭世魔龙，专门吃你们家的龙，这简直是血脉压制加种族歧视。伴随着洛恒德的惨叫，他的疾风龙瞬间被秒，成为了我们男主灭世魔龙的开胃小零食。那么陆羽能否大仇得报？我们下集见分晓。上集说到陆家派人想要做掉男主，来的人正是小时候害他失去天赋的德叔，他本以为可以轻松拿下，不料反被实力强大的男主击败。你看这男主一脸的龙傲天标配表情，脚下踩着个中年男子，这哥们儿苦苦哀求，说啥子？看在小时候我照顾你的情分上，我直接好家伙，这不就是典型的复仇剧本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年你爱答不理，今天我让你当场去世。果不其然，男主一个反派是微笑，手起刀落，连人带宠兽疾风龙直接打包送走，堪称补刀界的教科书。正当我以为这就要开始走苦大仇深的复仇路线时，接下来的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叮！恭喜宿主击败仇敌一位，获得次星级资源奖励恶魔之心。这那个还自带系统提示音的，系统还贴心的告诉他积分够了，可以抽第2只宠兽喽。于是我们的男主大手一挥，直接兑换了一只紫炎地鸟。你猜这鸟啥水平？前人圣灵10阶。编剧生怕我们不知道这有多牛，还特地补了一句：夏国最强的郑国神龙也才圣灵1阶。我特么直接绷不住了，这差距就像我打 IVX 碰上了职业哥，人家开着高达，我拿着把小水枪，这还玩个啥子？这战斗力膨胀的比发面馒头还快，强烈建议纳入玄幻小说反面教材。看见新伙伴的加入，灭世魔龙居然害羞了，难道宠兽之间没有生殖隔离吗？男主一看有了新欢，也不能忘记老朋友，说啥子回头就给你提升血脉，转头掏出刚刚爆出来的恶魔之心给灭世魔龙当零食。这魔龙也是个吃货，一口闷下去，差点当场噎死，直接消化不良。男主一看，还得我来，于是开大帮他炼化。升级完成后，效果简直逆天了。一个技能叫邪魔龙眸，附带精神污染，瞪谁谁疯；另一个叫恶魔龙躯，免疫所有物理攻击。好家伙，这是直接开了物理免疫挂啊！游戏里的坦克见了都得喊声大哥。升级完的魔龙也逐渐嘎子化了，对着新来的小鸟疯狂显摆，还跟主人要零食。主人，恶魔之心真好吃，再给我来点，给我整笑了。你以为这是在吃辣条吗？最后高潮来了，男主打完架嫌地上脏，一个电话摇人过来打扫卫生。他是啷个儿说的？喂，我稍微玩了玩，地面有点脏。我的妈，你管这叫有点脏？这现场跟陨石砸过一样，巨龙的生命之源撒了一地，墙上全是刀痕。结果你猜摇来的人啥反应？他看着这片废墟，非但没报警，反而一脸崇拜地开始脑补这龙族的能力，能干掉陆家的人，前辈的实力恐怖如斯。我直接裂开了，这就叫粉丝滤镜。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上集提到男主将赶来灭口的敌人击败，然后找来朋友清理现场。转眼第2天，主角的朋友罗少刚一回家，他妹就冲上来要跟他真人 PK。为啥子呢？因为这哥们儿把家族所有资源all in去繁殖哥布林了，这操作也太下饭了。你晓不晓得宠兽繁育率好低的吗？结果你猜怎么着？赌怪哥微微一笑，说这一波我在第5层，这只哥布林是天选之子，以后能繁衍一个族群，是我们罗家的根基。赌怪哥大手一挥，一堆亮瞎眼的高级材料就堆在了地上。妹妹一看，前一秒还在 emo， 后一秒直接变脸，老哥真是财大气粗啊，下辈子我还给你当妹妹。然而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赌怪哥推开妹妹，一脸深沉的说，小心点，这不是给你的，是送给陆前辈的礼物。然后转头就让妹妹去跑腿把东西送过去。我他妈也惊呆了，妹妹从家族继承人一秒沦为美团外卖员，这身份转变堪比坐过山车。所以这个陆前辈到底是何方神圣，能让一个大家族少主如此卑躬屈膝？原来啊，这个陆前辈就是我们的真主角，一个自带系统的挂壁。赌怪哥之前从他那儿买了只平平无奇的刺焰鸡，结果这鸡跟开了挂一样，直接帮赌怪哥天赋进化，让他有了冲击霸主级的可能。这哪是买宠兽啊，这分明是请了个私人教练加人生导师，还是包毕业拿证的那种。所以现在你们大概知道了，前面那堆高级材料就是赌怪哥给外挂续的费。
陆前辈收到礼物，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在想：哦嚯，我这系统商城卖出去的宠兽，居然还有帮人天赋进化的 buff， 这不就是游戏策划本人吗？他随手就把赤心地火喂给了自己的紫炎帝鸟，下一秒光芒一闪，宠物直接突破，还领悟了次星级的新技能，这升级速度堪比坐火箭。画面一转，我们来到了学校课堂，一个老师正在激情演讲，核心思想就4个字：实力至上。然后他要找2个同学上来现场预售对战，搞点对抗教学。我心想这老师有点东西，结果他挑了2人，直接把我 CPU 干烧了。一个是有暴力输出狂刃狼人的严少鹏，另一个是全校闻名的4大校花之一，纯辅助系的杜若云。这不等于让一个奶妈去单挑一个满装备的狂暴战吗？老师你是魔鬼吗？全场同学都在等着看笑话，辅助妹子当场就快哭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的美女室友沈念念站了出来，说要替她出战。对面那个严少鹏一脸无所谓，反正都是一招秒。台下舔狗们开始为女神呐喊助威，气氛都到这儿了。我以为女神会掏出个什么绝世圣兽，结果她召唤出来的玩意让我当场绷不住了。她居然召唤了一只史莱姆，我的头快要裂开了。这可是新手村出门第一次见到的初始怪，全场瞬间鸦雀无声，连老师都惊呆了，对手更是笑着合不拢嘴。换话说，你的史莱姆要是被打死了，我可不赔你一个币。有一说一，拿史莱姆打狂刃狼人，这已经不是跨级挑战了，这是跨物种碰瓷啊！这位沈念念同学，你究竟是真的有实力，还是单纯的搞笑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的猜测打在弹幕上，我们接着看。